Origin Vance。嗨，最近好嗎？我是 OV， 帶你用游俠之眼看穿世界。歡迎來到 OV 的原理游俠之旅頻道。大家好。想象一下哦，你現在正站在一個極高極陡峭的懸崖邊緣，腳下就是萬丈深淵。聽起來就很可怕。對，你往下看，然後心跳加速，整個人感到一陣猛烈的暈眩，甚至有一種恐慌感。你以為你是怕不小心掉下去嗎？正常人都會覺得是怕掉下去吧？其實不是哦。一位200年前的哲學家會告訴你，你暈眩是因為你突然意識到你隨時可以選擇自己跳下去。哇，這個切入點真的很猛，對吧？今天我們要來一場深度的資料探索，潛入一份關於焦慮的顛覆性資料。我們手邊的這些觀點呢，是來自存在主義的開山大師，也就是哲學界俗稱的焦慮鼻祖索倫·齊克果。沒錯，齊克果的思想真的很超前。我們這場探索的任務，就是要帶你解開他那套超級違反直覺的焦慮導航系統，看看為什麼你越不安，反而代表你離真正的自由越近。其實，如果我們檢視一下現在這個時代的社會氛圍，焦慮幾乎被大家定義為一種必須被徹底消滅的病理症狀。對啊，大家都在吃保健食品或者做正念冥想。沒錯，我們依賴各種放鬆療程，試圖把大腦裡的雜音關掉，讓自己回歸平靜。但齊克果的這份資料要求我們徹底翻轉這個認知。怎麼翻轉法？他提出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觀點。他說，焦慮根本不是病，焦慮其實是你的靈魂正在看。等，靈魂正在看這句話聽起來是很美了，但實在有點太玄了。我們來拆解一下好不好？沒問題。我站在懸崖邊發抖，那對我來說就是純粹的物理恐懼啊。大腦的杏仁核在警告我會死，這跟靈魂有什麼關係？我們要解決焦慮，總得先搞清楚焦慮到底是什麼吧。這就是齊克果最敏銳的地方了，他非常嚴格地區分了恐懼和焦慮這兩件事。哦，這兩個不是一樣的嗎？不一樣哦，恐懼是有具體對象的，比如說你看到一條毒蛇或者一輛車朝你衝過來，你感到害怕。對，那就是生存本能嗎？沒錯，但焦慮呢是沒有具體對象的。回到你剛才舉的那個懸崖比喻，當你站在邊緣，那股讓你腳底發麻的眩暈感，並不是因為有外力要把你推下去，而是你往下看的那一刻，你意識到了一個絕對的事實。什麼事實？你意識到我有跳下去的自由，同時我也擁有轉身走開的自由。哇，你的意思是，真正嚇到我的其實不是那個懸崖的高度，而是我自己。對，完全正確。是我意識到我的下一步完全由我自己決定這件事情。沒錯，齊克果將這種感覺非常精準地定義為自由的眩暈。自由的眩暈，這詞聽起來好有畫面。我們可以做個對比來理解一下。其實動物是不會焦慮的。為什麼？因為他們不用繳房貸嗎？這是一點啦，但主要是動物只有純粹的本能。他們肚子餓了就去獵食，遇到危險就逃跑。他們的行為軌跡是基因早就寫好的線性反應。了解，也就是說，他們沒有選擇的煩惱。對，但人類不一樣。人類之所以會焦慮，正是因為我們擁有無限的可能。無限的可能。當你意識到你可以決定自己下一秒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做什麼事的時候，那種無限可能性的重量就會重重地壓在你的心上，然後就引發了強烈的眩暈。沒錯。哇，這後坐力真的很強哎，而且我覺得這完全可以具象化到我們現在的日常生活中哎。怎麼說？這就像是你週末晚上打開那個串流平台想選一部電影，或者滑着外送 App 裡的100家餐廳啊，每天都在發生的事，對吧？你滑了半個小時，結果什麼都沒決定，心裡卻升起一股莫名的煩躁跟焦慮。我以前一直覺得那是因為我有選擇困難症，其實不是。但其實那根本就是一種微型的自由眩暈，對吧？這是一個非常精準的現代對照。當你面對那100家餐廳時，每一個選項代表着一種微小的未來可能性。沒錯，吃披薩的未來
跟吃健康餐盒的未來。对，所以你不是選不出晚餐，你是被自己龐大的自由給震懾住了。哇塞，既然這樣，如果現在正在聽節目的你，會因為選不出晚餐而感到內耗，你可以想象一下。想象什麼？想象齊克果現在就站在你旁邊，拍拍你的肩膀，對你說：“兄弟，你會覺得煩，是因為你真的可以選。這正是你身為人類最尊貴的證明。”哈，這個畫面感很棒。你的焦慮其實是你擁有自由的徽章啊。這個視角的轉換真的非常深刻。不過呢，這也立刻帶出了一個很殘酷的現實問題。什麼問題？既然選擇的自由會帶來這麼強烈的眩暈跟痛苦，那麼我們人類的本能反應通常是怎麼去應對它的？這正是我想要挑戰你的地方了。如果選擇讓我這麼暈，那解法不是很簡單嗎？你覺得解法是什麼？現在是2026年了嘛，我們有大數據，有超強的 AI 可以幫我們分析。我只要窮盡一些方法去找出那個最完美、最正確的選擇就好了啊。這是很多現代人的想法。對啊，我只要選對了科系，找對了伴侶，買對了股票，把我的人生整個最佳化，那我不就不會焦慮了嗎？這正是現代人最普遍，也是最危險的一種幻想。危險？為什麼危險？因為我們以為可以用完美的選擇來消滅焦慮，但齊克果在資料中用了一段極其毒舌的名言，無情地刺破了這個幻想。他說了什麼？他是這麼說的：結婚你會後悔。這聽起來不太妙。接着他說，不結婚你也會後悔。不管是結婚還是不結婚，你都會後悔。哇，這也太狠了吧！還沒完哦，他說，嘲笑這個世界你會後悔，對這個世界哭泣你也會後悔。跟人怎麼做都不對嘛。最後一句最狠，上吊你會後悔，不上吊你也會後悔。讀者們，這就是所有哲學的精髓。這聽起來簡直像個重度憂鬱症患者的發言啊！不管是結婚還是上吊橫數，都是後悔。聽起來很喪，對吧？對啊，如果不管我怎麼選都會後悔，那我不就成了個虛無主義者？我幹嘛還要努力生活啊？表面上聽起來確實很負面，但這其實是齊克果給你的一劑強效解藥哦。怎麼說？這哪裡像解藥了？我們必須去理解它底層的邏輯。為什麼一定會後悔？為什麼？因為遺憾是自由必然的影子。只要你有選擇，你就必然會失去另一種可能性。哦，也就是機會成本的概念。沒錯，當你選擇了 A， 你就是在謀殺未知的 B， 還有 C， 還有 D。那些被你放棄的選項，就會成為你的遺憾。所以我們焦慮的根源，其實是我們妄想能夠全拿。對，你講到重點了。我們妄想透過完美的選擇來免疫所有的失去與痛苦。完全沒錯，因為害怕選錯，害怕承擔失去的痛苦，我們常常陷入一種分析癱瘓的狀態，就是一直瘋狂找資料，但遲遲不敢下決定。對，就永遠停在懸崖邊猶豫。齊克果的這段話其實是要徹底摧毀我們對完美路徑的執念。了解，就是叫你醒醒吧，沒有完美的選擇。是的，當你真正接受了無論選什麼都會有遺憾這個鐵律，你反而自由了，因為包袱放下來了。對啊，既然怎麼選都會有某種程度的後悔，那你就不必再害怕選錯了。你可以大膽的去經歷你所選擇的那條路上的風景。我懂了。這就像是你終於承認，反正選哪家餐廳都有可能會踩雷，你反而能瞬間點好晚餐了。哈哈，很貼切的例子。不過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了，既然沒有完美的選擇，那我們到底該用什麼姿態來面對人生？我看到資料裡有提到，齊克果將人類靈魂的進化分成了3個階層，這部分我覺得超有意思的。是的。這3個階層非常精準地剖析了我們平常是如何試圖逃避那股自由眩暈的。那我們先從第一階層開始吧。第一個階層，齊克果稱之為感官階層。感官階層就是吃喝玩樂嗎？可以這麼說。處在這個階段的人，人生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追求當下的快感，追求新鮮感，並且極力避開任何的痛苦或是承諾。
聽起來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 YOLO 嘛 ，You only live once。沒錯，每天滑短影音，到處跑趴，不斷換對象。不過說真的，這有什麼不好？只要我一直保持快樂，焦慮就追不上我啊。但問題出在大腦的多巴胺迷機制和邊際效應遞減。哦，就是刺激會越來越不夠力。對，感官階層的核心痛點其實是巨大的無聊跟空虛。當快感褪去之後，為了解決內心的空洞，你只能去尋找更強烈、更極端的刺激，像吸毒一樣越陷越深。是的，這就像一隻沒有根的蝴蝶，永遠在尋找下一朵花，但永遠沒有歸屬感。哇，這比喻很生動。當你的手機沒電了，或者夜深人靜的時候，那股被你壓抑的焦慮就會以10倍的力量反撲回來。好，我承認一直追求刺激，最後只會覺得很空虛。那我要進化，我決定要安頓下来了。準備進入下一階段了嗎？對，我去找一份穩定的工作，我乖乖繳稅，我結婚扛起房貸，我努力做一個符合社會期待的好人和好公民。根據這個邏輯，我把生活規律化了，總該擺脫空虛，快樂起來了吧？當你這麼做的時候，你就進入了第二個階層，也就是倫理階層。聽起來很成熟穩重啊。這確實是向上的進化，沒錯，因為你開始承擔責任了。你用社會的道德規範來建立自己人生的秩序。那這樣有什麼不好嗎？齊克果警告我們，這個階層有它獨特且致命的絕望哦。為什麼？我都已經乖乖聽話當個好人了，還有什麼好絕望的？太難伺候了吧？因為這個階層的核心痛點叫做沉重以及自我靈魂的枯萎。沉重跟枯萎。對，在倫理階層裡，你的每一個選擇都不是為了你自己，而是為了普遍的規則跟別人的期待。這聽起來有點像被綁架了。沒錯，你活在無數的規範裡，你變成了一個完美的齒輪，外表看起來光鮮亮麗，但你的內心深處會漸漸產生一種懷疑。懷疑什麼？你會懷疑，我到底是在過我自己的人生，還是在扮演一個社會寫好的劇本？天哪，這根本是現代社畜的完美素描，好嗎？很有共鳴，對吧？超有感的。你看看我們白天在公司裡扮演着情緒穩定的專業人士，努力符合老闆和客戶的期待，這完全就是卡在倫理階層，覺得人生沉重無比。然後呢？然後晚上回到家，因為白天真的太壓抑了，立刻就切換為感官階層啊，躺在沙發上瘋狂滑手機，吃垃圾食物來麻痹自己。沒錯，這就是現代人的日常。我們就這樣在第一和第二階層之間無限日夜輪迴，難怪我們覺得這麼累。你的觀察真的非常犀利，我們就是在空虛與沉重之間來回擺盪。那要怎麼打破這個輪迴？齊克果指出了第三個階層，也就是靈魂進化的終極目標——宗教階層。宗教階層是要我去剃度出家嗎？哈哈，不是啦，要注意哦，他這裡指的不是叫你去加入某個教會，或是信奉什麼特定的宗教。那是什麼意思？它是指你聽從內心最深處的召喚，去尋找對你而言的主觀真理，並且為此獻身。尋找自己的主觀真理，聽起來是很崇高了，但這個階層就沒有痛點了嗎？有的，而且條件非常嚴苛。痛點是什麼？這個階層的核心痛點是極致的孤獨。孤獨？為什麼？因為當你開始追尋屬於你個人的主觀真理時，你必然會與社會的普遍道德或是群眾的期待產生衝突。哦，因为你不再照着劇本走了。對，你必須獨自一人站在懸崖邊，沒有人能替你背書，也沒有人能保證你做的決定是對的。這真的太難了吧？那我要怎麼從第二階層跨越到這第三階層？我總不能只是坐在那裡思考，想一想就突然頓悟了吧？沒錯，光想是沒用的。這裡就是齊克果哲學最核心也最常被大家誤解的地方。怎麼說？他認為要突破這條界限，單靠理性和大腦思考是絕對不夠的。你需要一種極端的、充滿熱情的行動。什麼樣的行動？他將其稱為信仰的飛躍。等一下，信仰的飛躍這個詞現在超泛濫的耶。對，很多地方都在用。市面上很多成功學或者生產力工具，像是什麼5秒法則，叫你在心裡倒數5、4、3、2、1，然後不要多想就衝去做。這就是齊克果說的飛躍嗎？閉上眼睛瞎跳？絕對不是。
把信仰的飛躍簡化成5秒鐘不思考就去做的效率駭客技巧，可以說是對這套哲學最大的侮辱了。哇，這麼嚴重？因為那種盲目的衝動，本質上依然停留在第一階層的感官衝動裡啊。哦，只是追求短暫的刺激而已。那齊克果所說的飛躍到底是什麼？齊克果所說的飛躍是非常痛苦而且漫長的，這當中的差別在於理性的窮盡。理性的窮盡可以解釋一下嗎？在現代社會，我們遇到重大抉擇的時候，通常習慣列出優缺點清單，算一下投資報酬率，對吧？對啊，用 Excel 表格來分析。但理性是有極限的，理性只能基於過去的數據來推測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但你的蔚藍人生，你靈魂的呼喚是沒有任何歷史數據可以參考的。這倒是真的啊。齊克果說，理性只能帶你走到懸崖的邊緣，然後他會告訴你前方沒有路了，跳下去沒有任何安全保證，幾率上來說非常危險。所以理性在這時候失效了，幫不上忙了。是的，但就在這個時候，你的靈魂深處卻有一個微弱但非常堅定的聲音告訴你，可是這才是我該走的路。哇，那個內在的声音。所以信仰的飛躍是指你在徹底看清了所有的風險，窮盡了所有的理性分析之後，明明知道這在邏輯上可能是荒謬的，但你依然帶着這份恐懼，充滿熱情地將自己投入那個未知的選擇中。不是逃避恐懼，而是帶着恐懼跳躍。沒錯，你是清醒地擁抱那個荒謬，而不是閉上眼睛逃避它。我完全懂了。這就像是你受夠了現在的工作，你想創業，或者你想去追求一個很冷門的藝術夢想。你把那個 Excel 試算表打開，算盡了所有的存款跟成功率。那個試算表告訴你勝算很低哦。數字會說話嗎？理智叫你留在原來的公司繼續當個好齒輪，但是那個完美的試算表永遠都不會幫你按下離職發送鍵。真的，那個按鍵只能你自己按。只有你沒按下發送，你就永遠卡在懸崖邊焦慮。焦慮只有在你窮盡理智之後，真正選擇躍下的那一瞬間，才會轉化為強大的生命力。非常深刻的比喻，因為有些路不是你看清楚了才走，而是你跳下去之後，路才會在你的腳下慢慢顯現出來。先相信才看得見。對，這也就是為什麼經歷過真正飛躍的人會獲得一種難以言喻的內在平靜，儘管外在的環境可能依然充滿挑戰跟困難。既然這套導航系統這麼震撼，那我們來點實境演練好了。好啊，首要之務就是命名你的眩暈，並且對抗群眾。命名眩暈？對，當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感到恐慌時，第一步是清楚地告訴自己，我不是生病了，我只是在感受自由的重量。哇，這句話很有力量，這能立刻剝奪焦慮對你的掌控權。沒錯。接着，齊克果一生都在嚴厲批判一個東西，叫做群眾。群眾？為什麼要批判群眾？他認為群眾是虛偽的，而且會稀釋掉個人的責任感。大家都躲在群體裡面，就不用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了。如果把齊克果拉到今天，他口中的群眾，絕對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演算法和網絡聲量吧？完全同意。我們現在做什麼決定，都要先看有多少個讚，網絡上風向怎麼吹，連吃個飯都要看 Google 幾顆星。沒錯，如果你總是用別人的點讚數來導航自己的人生，那你永遠都會迷路，因為你只是在滿足第二階層的另一種變體而已。那我們具體該怎麼做？你要做的是破除這些外在的目光。你可以問自己一個極端的問題：如果今天我做這個決定，不會有任何人按讚，甚至沒有任何人知道，那我還會去做嗎？這是個靈魂拷問。對，這就是尋找主觀真理的過程，就是要拔掉網路線，回到自己內心安靜的房間，去聽那個專屬於你自己的聲音。是的，說真的，這真的非常困難，因為演算法太懂我們了，它會不斷餵養我們的恐懼，所以才需要飛躍啊。沒錯，聽完今天的深度探索，我覺得或許正是因為困難，這個跨越才被稱為飛躍。確實如此。
只有當你願意承擔起成為一個單獨個體的孤獨與責任時，你才能真正從懸崖上躍起，獲得絕對的自由。真的，這場旅程太震撼了。我幫大家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哦。好，你的焦慮絕對不是你壞掉了，它是你靈魂正在生長的痛楚，是你擁有無限可能性的證明。沒錯，這點很重要。當你不再把焦慮當作必須消滅的敵人，也不再用完美的選擇去逃避遺憾，而是學會在窮盡理智之後，帶着焦慮一起跳躍時，你就從一個被演算法和社會推着走的受害者，變成了一個主動掌控命運的冒險家了。的確是這樣。不要害怕那陣眩暈，抓穩你的內心，看準方向，跳下去。你會在那裡找到不再被恐懼綁架的自己。說得太好了。在我們結束今天的探索前，我想請你直視心中那片最深的不安，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現在你面前有一個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選擇，雖然大腦的試算表告訴你很危險，非常不合邏輯，但靈魂深處卻叫你跳下去，那個選擇是什麼？如果今天就是你進行信仰飛躍的日子，你的第一個動作會是什麼？歡迎跟我分享你的懸崖筆記，讓我們一起在飛躍中找到自由。期待聽到大家的分享。原理遊俠之旅不只是我們的旅程，更是我們的歸宿。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加入我們共同的會員，超級感謝！我們在一起冒險，體驗這個世界。我是 OV， 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回饋。朋友，我們下一場旅程見，期待與你相見。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看到影片的你是我們的遊俠夥伴，可以開始訂閱。